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一期呢，我们又见面了啊。好多的咱们这个朋友们呢，这段时间咨询啊，说今年这个天气呀，比往年这个天气感觉下降的比较明显，是一个寒冬的一个天气。那么不管咱们种植这个大田作物，或者说是种植大棚的种植大棚的还好一点啊，因为它有这个增温措施。但是像一些大田的这个怎么办呢？怎么样去增温呢？你像这个小麦，对不对？如果是一个寒冷的天气呢，有些比如说咱们地区种植这个小麦，它是一个半冻性的或者是一个冲性的一个品种，很容易出现一个冻害的一个情况啊。建议咱们朋友们呢就要这个多看天气预报，然后呢，在这个低温来临之前呢，建议咱们朋友们呢去喷洒这个磷酸二氢钾，再加上这个云台素或者是磷酸二氢钾加上这个30烷醇都可以。这两种呢，都具有防冻害的一个作用啊。当然了，这个工作一定要放到降温之前来做，以避免的这个冻害发生以后呢，咱们这个叶片呢出现一个冻害的一个情况啊。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一期呢我们又见面了。咱们很多的小麦种植户有没有发现，就是小麦咱们从播种一直到出苗以后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呢，有些这个小麦呢长势比较矮，另外呢就是叶片整体发黄咱们很多农户呢认为要么呢是底肥使用不足有些呢认为出现这个黄矮呢是病害。实际上第一个呢是随着咱们小麦就是每年这个秸秆还田小麦这个根系在下扎的时候，这个根系呢正好是扎到这个玉米这个粉碎的秸秆上了比较中空，就悬空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小麦这个蚜虫它产卵同时呢也会危害就会造成的一种实际上是小麦的一种病毒。所以说，针对这2个方面呢我们在防治上，第一个呢就是前茬的玉米秸秆粉碎以后，那么小麦呢在整地齐拢之前，建议咱们农户呢可以去使用一些秸秆束缚剂。那么1亩地呢，建议呢可以去使用这个4斤的一个量，实际上里面这个成分呢主要是一些微生物的菌剂。使用这个秸秆束缚剂以后我们年前呢小麦有浇这个越冬水，这样子呢可以加速那么秸秆的这个束缚性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在年前的时候去喷洒这个除草剂的时候然后呢就可以去加入防治这个蚜虫的这个药比如像吡虫林或者是高效氯呋嗪连除草带这个杀虫一块用，这样子呢才能够防止小麦这个出现这个黄化这样的一些情况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希望咱们本期的讲解对咱们农户呢有所帮助。很多的农户朋友咨询这个硫酸钾和硝酸钾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我们在种植这个蔬菜的时候到底是使用硫酸钾比较好呢，还是使用硝酸钾比较好呢？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呢，就是说硝酸钾，硝酸钾呢，它不单含有钾，它还有氮，一般呢就是13.5个氮还有46个钾，这个是硝酸钾。而这个硫酸钾它是单独的含有这个钾元素一般呢就是还有50到52个钾。那么咱们农户呢在使用的时候建议咱们朋友们呢，比如说种植这个大棚像番茄包括这个瓜类或者是辣椒等等，建议咱们农户一般呢就是说在棚果的时候要去使用这个硝酸钾因为硝酸钾呢它不但含有氮，同时还含有这个钾钾含量呢也不低，所以说呢在棚果的时候使用这个棚果效果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在转色的一个过程中就不建议咱们朋友们再使用这个硝酸钾了如果说继续去使用硝酸钾，可能呢您就会出现一个反青的一个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好多农户整个生育期使用硝酸钾，你这个成熟期
普遍要比别人这个要晚。所以说呢，一旦出现这个转色的时候啊，建议咱们朋友们呢就要直接呢去使用这个硫酸钾就可以了。一定要记着，硫酸钾放到转色期开始用，膨果的时候啊使用硝酸钾啊就可以了。这样子呢，咱们这个作物才能够高产啊。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咱们很多农户啊普遍反映这个蓟马不好治，对不对？但是我们首先要考虑啊，因为什么不好治呢？第一个，打药的时间不对；第二个，使用的农药也不对；第三个，没有加一些助剂啊。所以针对这3个问题啊，这一期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啊。第一个呢，这个蓟马就是昼伏夜出，都会躲藏到那么咱们打下的这部枝杈或者是杂草上。打药的时候啊，早和晚。第二个情况呢，咱们打药呢，有些农户呢习惯性的一直使用一种农药啊。第一个呢已经产生了抗性，第二个呢，我们在打农药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个原则，触杀和未毒一定要一块上。也就是说，咱们在打药上建议咱们农户呢，比如说可以使用赛虫嗪加上西丁虫胺，然后呢再去配合这个加维盐或者是高效氯呋嗪菊酯或者说呢是吡丙醚这样的一些去复配到一块去用啊。同时呢，建议咱们朋友呢就是再去加入一些，比如说有机硅就这样的一些助剂。同时呢，适当的加入一点这个葡萄糖，对不对？蓟马和白粉是一样，都是喜欢这个甜的，所以说呢，适当的加入一些葡萄糖以后呢，我们打了这个农药以后呢，杀灭的更彻底。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菜农朋友们，大家好，这期我们又见面了啊。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白菜上面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咱们白菜呢，有时候往往呢会出现一些这个灼烧的一些情况啊，就是外表皮有一些烧焰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实际上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主要说白了是这个缺钾。白菜实际上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对氮磷钾以及微量元素都有需求。那么咱们这个钾肥在什么时间去补充呢？给咱们朋友们提2个主要的时间啊。第一个呢就是团颗期团颗期什么叫做团颗期呢？苗子呢在垄上呢是完全展开了，这个就属于是团颗期了。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要开始第一遍去追肥的时候就要去使用这个钾肥了。建议呢这个硫酸钾或者硝酸钾都可以。那么第二个时间呢，就是在包心的时候了。大家一定要记着在包心的时候，说白了需要钾肥是非常高的你如果说使用这个硫酸钾的话呢，建议1亩地呢最起码要使用到20斤。如果是使用硝酸钾的话呢，建议您这个可以使用到24、25斤这样的一个量都可以。同时呢，在这个包心不单要结合我们去使用这个钾肥，同时呢叶片也要通过去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呀，然后再加上一些螯合态的钙肥一定要记着磷酸二氢钾配合螯合态的钙肥，这样子呢既补充了钙，又补充了这个钾肥以及磷肥。这样子呢，我们为了防止后期的一些这个烧心的一个情况出现